一个嫁进林家的女人也敢跟我摆脸色，让你帮我儿子安排个工作，你推三阻四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嫂？林州，我被你嫂子打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被打了那也是你活该。好，很好，整整齐齐的一家人。怎么还想打电话回娘家哭诉？你那个孤儿院有娘家给你撑腰吗？行，什么事儿？魏总，百忙之中打扰您了。上次我跟您推荐的那个林浩，您还有印象吗？有印象，你推荐的人能力不错，我让 HR 今天给他发录用通知了。听见没？我儿子就是有本事。麻烦您了，我现在正式通知您，我撤回对他的推荐，录用通知也请您那边撤回吧。你说什么？好，这个人我们公司不会录用，以后也不会。谢谢您，魏总。你个小贱人，凭什么撤我儿子的 offer？那可是600万年薪！沈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一家人有话好好说，拿工作撒什么气？你太冲动了，钱丽是你大嫂，教训你2句怎么了？至于毁人前程吗 ？fuck， 住上你们的狗嘴，教训我，你们也配？一个丧门星，吃我们林家的，住我们林家的，还敢反咬一口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等着让你儿子去掏马桶吧。我不想听他说一个字，不想听他说你忍忍就过去了，更不想听他说都是一家人，别计较了。结婚3年，我是孤儿，靠自己打拼到今天。当初选他就是看中他所谓的老实本分，他的老实是对他家人的无限度顺从，他的本分是对我这个妻子的理所当然的牺牲。这3年，我的钱、我的人脉、我的一切资源都成了他家人的提款器，他们觉得理所当然，林州也觉得理所当然。今天这个巴掌打醒了我。钱丽也是为了林浩好，你多理解一下。晴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很担心你，回家吧，别耍小脾气了，行吗？林州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打我是对的？他关心的从来不是我，他只关心他侄子的工作会不会受影响。没什么，就是通知魏总，林浩品行不端，建议永不录用。沈晴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到底对我们家林浩做了什么？他的录用通知被取消了 ，HR 说是因为你安的什么心？你看不得我们家好是吧？说完了吗？你必须去跟魏总说清楚，让公司把 offer 恢复了。钱丽，你是不是忘了昨天你才打过我？我那是气急了，我是你大嫂，我教训你一下怎么了？哦，那你继续气着吧。沈晴，我是你妈，林浩的工作是你弄没的吧？一家人，你让钱丽道个歉，怎么能做这么绝的事儿？妈，昨天钱丽打我的时候您在场，您什么都没说，现在也请您什么都别说。失望，你们也配对我失望？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，钱丽和我妈都快疯了，在家里又哭又闹的，这件事影响太大了，600万的年薪啊，对我们家来说是天大的事儿。你能不能？林州，你现在打电话给我，还是为了林浩的工作，对吗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昨天钱丽打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当时不是懵了吗？你懵了，你懵到可以冷静地端起茶杯喝茶。你不是懵了，你只是觉得钱丽打我是理所当然的，只要能让你家人顺心就够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林州，在你心里我到底重不重要？下班我回家一趟，我们当面谈，这个婚或许该离了。你回来了。你想谈什么？谈林浩的工作。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？600万，沈晴，你知道这600万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林浩可以买房，可以娶媳妇，我这个做叔叔的脸上也有光。那你呢？你做丈夫的脸上有没有光？我问你，昨天钱丽打我的时候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我说了，我当时懵了。别拿这个当借口，因为在你心里，你侄子的前途比你老婆的尊严重要100倍。我让他给你道歉，行不行？只要你肯去魏总那里说说好话，
把工作要回来。offer 没了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的心被你和你家人那一下打没了。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分开？你说分开是什么意思？沈晴，你不能这么自私！对，我就是这么自私，我只心疼我自己。你那么博爱，去跟他们过吧。沈总，大事不好了，楼下有2位女士找您，说是您的家人，他们没有预约，情绪好像有点激动。想把事情闹大，逼我就范，很经典的示警手段，可惜找错地方了。让保安处理，如果他们寻衅滋事，直接报警。好的，沈总。沈总，楼下的事公司群里都传开了，要不要我下去解释一下？不用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来闹？不用管，让他们闹，闹累了自然就走了。不是来解决问题，而是来传递压力，逼我妥协，彻底没救了。沈总，楼下解决了。哦，保安的效率没这么高。是魏总，他今天刚好来我们公司拜访，正好撞见，问了情况，然后直接走过前说了几句话。您是没看见，他们2个脸都白了，一句话没敢说，自己就走了。魏总，沈晴，我早就说过，你是我最信任的合作伙伴，你的专业能力还有你的人品，我信得过。你推荐的人出了问题，及时撤回，是对我负责，也是对你自己负责，这没有任何问题。至于你家里的那些跳梁小口，他们再敢来，我让我的法务部跟他们谈。你安心工作，别被这些事影响。一个只认识几年的生意伙伴，都比那个同床共枕3年的老公更懂得尊重和保护我，多可笑。周周，你跟沈晴谈的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肯帮林浩把工作要回来？妈，昨天钱丽打沈晴的时候，您就在旁边，您为什么不拦着？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钱丽是他大嫂，教训他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他要是不那么嚣张，钱丽能打他吗？妈，你说什么？被打的人是他呀！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跟沈晴说，让他别闹了，赶紧把林浩的工作恢复了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原来在他们心里，沈晴受委屈是应该的，沈晴的尊严是可以随便踩的。我知道我没脸给他打电话，可是林浩是我侄子，我妈是我妈，这个家我不能说断就断。沈晴，你到底跟魏总说了什么？什么？林浩他被行业拉黑了，魏总不仅撤了 offer， 他还给圈里几个大公司的老总都打了招呼，让大家以后都别用。他完了，他这辈子都完了。魏总行事比我想的还要雷厉风险，他不仅要撤掉 offer， 还要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这是魏总的决定，跟我没关系。不会跟你没关系，如果不是你去跟他面前胡说八道，他怎么会做到这个地步？沈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他高抬贵手，放林浩一条生路吧，我们家不能没有他这份工作，真的不能。林州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可悲，你像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。昨天你为钱丽求情，今天你为你侄子求过情，你为你妈，你为你爸，你唯独没有为你自己，为你那个被打的老婆说过一句话。晴晴，林州，我真的累了。你那些家人就是一群巨婴，我不想再参与你们这场恶心的共生关系里了，我们分开吧。先分开冷静一下是吗？好，我马上把。不是先分开，我说的是我们分开吧。我和林州之间最后的线也断了，接下来就是到了该审判的时刻了。喂，哪位？是沈晴吗？陈院长，是我。哎，真是你啊，晴晴。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您说。昨天有2人，一男一女来我们院里了，他们说是你的家人，你的婆婆和公公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到处打听你小时候的事，问你小时候乖不乖，有没有偷过东西，有没有跟人打过架，还问你上大学的钱是不是干干净净的。我把他们赶出去了，跟他们说你是我见过最争气的孩子。晴晴，你是不是在林家受委屈了？我没事，院长，谢谢您告诉我这些。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卑劣到这个地步，找不到可以攻击的点，去我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去挖掘，去污蔑。他们是想证明什么？证明我这个孤儿出身不好，所以我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。在他们心里，我从来就不是家人，只是一个外来的可以被随意践踏的女人。晴晴，你大嫂是不是疯了？问我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男人，说你这么有钱，肯定不是靠自己挣的。我把他骂了一顿。林州，这就是你让我理解的家人。他们不是要工作，是要我的命，是要彻底毁掉我的人生。接下来，该轮到我反击了。晴晴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问了你助理，他不肯说。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了1天，跟着你回来的。跟踪我？不是，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。说吧。
我看了监控，老宅客厅的监控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钱丽打你的时候，我妈在剥橘子，我爸在看报纸，而我在喝茶。我才发现我不是懵了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觉得你受点委屈没什么，我就是个懦夫，是个帮凶。你大晚上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从家里搬出来了，我妈让我跟你道歉，把林浩的工作要回来。我跟她说不可能。所以呢？所以我选你，晴晴，我选你。这个家那些烂人我不要了，我只要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知道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，但我想试试，我想做一个真正的丈夫，一个能站在你前面替你挡刀的人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行不行？林州，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？是吗？我最恨的不是你没帮我说话，是你明明知道他们不对，却还要我理解他们。你把我的褪色当成理所当然，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还要我说没关系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现在说你选我，是因为你看了监控，你良心发现了。可如果没有那个监控呢？如果林浩的工作没丢呢？你是不是还会继续和稀泥，继续让我忍？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但不是现在。你说你选我，那就做给我看，用行动证明你不是说说而已。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。第一，跟你家那些人彻底断干净。第二，别再来找我。等我什么时候想见你了，我会找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谁呀？大周末的，你们，哎呀，晴晴回来了！我就说嘛，林州就是有办法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妈，今天我们回来是来解决问题的。首先，我要替沈晴讨一个公道。钱丽，你当着全家的面打了她一巴掌，现在你必须当着全家的面给她鞠躬道歉。林州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嫂子。我只知道她是我老婆，道歉。妈，你看他，林州啊，都是一家人，算了吧。如果她不道歉，从今天起，我和沈晴跟你们这个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对不起。第二件事，关于钱，这里面有工作这几年所有的积蓄，不是沈晴的钱，是我自己的。这笔钱算是我孝敬爸妈，以及这些年给这个家最后的1+1分钱。林浩的工作你们自己想办法，家里的开销你们自己承担。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了。林州，你这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？你这个不孝子，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！我没有忘，我只是想记起来，我还是一个丈夫。我们走。晴晴，我们回家。这一次我知道，我们是真的回家了。晴晴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以前总觉得我是家里的润滑剂，我以为我的忍让和妥协能让所有人都好过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润滑，我是帮凶。是我默许他们一次次的向你索取，是我纵容他们一次次的伤害你，是我亲手把你推进了火坑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过去的事儿不用再提了，我不是圣人，做不到完全原谅。那些伤疤还在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变了。今天你做得很好，你像个男人一样挡在了我身前，这是我嫁给你3年第一次以后都会是这样，以后我只做你的丈夫。怎么开到我婚前公寓来了？今晚我们住这里，那个家我们明天就把它卖了，里面的东西除了我们的私人物都不要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。快吃吧，都这个点了。味道很普通，但我的眼睛却忽然有点热。别开门！怎么了？谁在外面？他们来了，我爸、我妈，还有钱丽和林浩。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躲着我们算什么本事？你把那20万扔下就想一刀两断了，没那么容易！开门！林州，开门吧。晴晴，你疯了！他们现在就是一群疯狗，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他们今天能找到这里，明天就能去公司堵我，一次性解决干净。林州，你还知道开门？你拦着我，这是你家，我当妈的还不能进了？这是沈晴的家，
但不是你们的家。林州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看看林浩都成什么样了，工作没了，名声也毁了，你得负责到底。负责？他变成今天这样，不是沈晴毁的，是你们毁的，是你们贪了你们的瞒不讲理，把他推进了深渊。钱丽，你打沈晴那一巴的时候，该想到有今天。爸妈，你们冷眼旁观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你们所有人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他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是个成年人，路是他自己走的，凭什么要我们负责到底？儿啊，妈知道错了，我们都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我们老了，以后还要指望你们呀。你要是不管我们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现在这些都没了，以后你们就指望你们自己了。慢走，不送。老婆，快尝尝，我照着网上的教程做的，火候应该刚刚好。好吃，比你上周末去郊外钓了一天却空手而来的技术强多了。钓鱼那是意外，不过说真的，辞了以前那份破工作，拿卖旧房剩下的钱和朋友合伙开广告公司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公司刚起步，你每天跑业务那么累，新家这边的装修你还一个人全包了，身体吃得消吗？以前那个家都是你在单方面付出，这个新家必须由我来住起。我不想再活得那么窝囊了，我也想成为一个能让你觉得骄傲的人。你换了手机号，断了和所有亲戚的往来，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只后悔没有早一点像现在这样站在你身边。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他们付出了他们的代价，而我也终于得到了我应有和最好的奖励。很甜，我知道有些伤害永远不会消失，但只是赢回了一个丈夫和一个本该属于我的人生，这样就够了。林浩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搬个水磨磨蹭蹭，不想干就滚蛋！该死！干什么吃的？连个水都摆不好，再弄坏东西照价赔偿。对不起，主管，我马上收拾。哼，我堂堂一本皮鞋社，本来应该坐在高档写字楼里拿600万年薪，现在却在这里受这种窝囊气，都是沈晴那个贱人害的。哎，这不是小浩吗？表舅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你这是体验生活呢？我记得你妈说你不是拿了个什么大公司的 offer， 年薪好几百万吗？怎么跑这儿搬水来了？表舅，您有所不知，我那 offer 被人搅黄了。搅黄了？谁这么本事？那可是魏总的公司，我平时想搭上魏总的线都难，谁能搅黄他的 offer？ 还能有谁？我那个好婶子沈晴。沈晴？她不是你婶子吗？她搅黄你工作图什么？表舅，您不知道她有多狠，她仗着自己认识魏总，公报私仇，就因为一点家庭琐事，我妈跟她拌了2句嘴，她就怀恨在心，不仅逼着我叔跟家里断绝关系，还跑到魏总面前造我的谣，说我能力不行，人品有问题。这魏总就信了？沈晴手段高明，她不知道给魏总灌了什么迷魂汤。魏总不仅撤了我的 offer， 还把我拉进了行业黑名单。我现在是走投无路，才只能来这干苦力。表舅，您评评理，我还处挣不到你，还把我爸妈逼得卖了房子，现在好回忆一家人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这女人也太恶毒了，就算有家庭矛盾，也不能断人前程啊！不过魏总那个人我了解，他做事一向讲究规矩，怎么会听一个女人的片面之词？表舅，沈晴就是个两面派，她在魏总面前装的可怜兮兮的，把责任全推到我们家头上，魏总被她蒙蔽了双眼啊！小浩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表舅，我敢对天发誓，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行了，别发誓了，你妈以前帮过我，这事儿我不能不管。再说了，我也早就想结识一下魏总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会会他。表舅，你愿意帮我出头？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沈晴到底有多大能耐，敢这么欺负我们老刘家的亲戚。我明天就去找魏总，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。谢谢表舅，谢谢表舅。沈晴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等表舅把真相告诉魏总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到时候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老魏，咱们两家合作也有5年了吧？今天我不请自来，是来讨个说法的。刘总，有事直说。这是我亲侄子林浩，听说你们公司不仅撤了他600万 offer， 还把他拉进了行业黑名单。老魏，你这事办得太绝了。刘总，林浩的录用和辞退都是按规矩办的。哼，规矩？我看是有人公报私仇吧。沈小姐，我不管你跟我侄子有什么私人恩怨，今天你把林浩的 offer 恢复，黑名单撤销，咱们两家的芯片供应合同，你要是不给这个面子，下半年的供货期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沈晴，听见没？你以为你能一手遮天？不然把魏总的生意都要被你搅黄了。刘总，您为了替侄子出头，连多年的生意都不顾了，确实重情重义。但您在施压之前，最好先看看这个。这段监控录像是林州从老宅拷出来的，他本来是想自己留着警醒自己，今天我想让大家都看看。
妈打得好，你吃我们家的，用我们家的，还敢摆谱，就是欠教训！关掉！你给我关掉！这是假的！让他看清楚。林浩，你昨天在超市是怎么跟我哭诉的？你说沈晴无理取闹，欺压你们孤儿寡母，把你逼上绝路。表舅，你听我解释，那视频是断章取义，是他先惹我妈生气的。放屁！你们一家子合伙欺负人家一个姑娘，还有脸跑来找我告状？老子差点为了你这个废物砸了个老魏5年的交情。表舅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我可是你亲侄子。滚！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侄子，你这种白眼狼，活该去超市理货。老魏，沈小姐，今天是我老刘糊涂，被人当枪使了，供货合同照旧，这小子的事儿我绝不再插手。你个小畜生，躲在这儿装死是吧？表舅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有话咱们去后门说。谁是你表舅？少跟我套近乎！老子今天就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！表舅，算我求你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您别喊了行不行？你还要脸？你跟你那个妈和我编瞎话骗我的时候怎么不要脸？说沈晴欺负你，说她无缘无故撤你的 offer， 老子信了你的邪，跑去魏总公司替你出头，结果呢？你个白眼狼自己干了什么龌龊事儿？心里没点数吗？差点把老子几百万的供货合同搅黄了。哟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原来是个骗子啊！连自家亲戚都坑，这种人怎么还在超市上班？别手脚不干净吧？别拍了，侵犯隐私，懂不懂？你坑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从今天起，咱们两家断绝关系。你以后要是敢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林浩，你干什么吃的？上班时间在卖场里跟人打架？店长，不是我，是他单方面来闹事的。我不管是谁闹事儿，你来这上班才几天，惹了多少麻烦？我警告你，再有下次，你立马脱了马甲给我滚蛋！现在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货架理好。妈，我没法活了。浩浩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表舅刚才跑到超市来骂我，说我坑他，还说要跟咱们家断绝关系。超市里好多人拿手机拍我，店长也当众骂我，妈，我这辈子全毁了。刘大强这个势利眼，看你落魄了就来踩一脚，还有沈晴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把事情做绝，你怎么会受这种委屈？妈，我不想去超市上班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好，咱不去受那个气。浩浩，你听妈的，先回家，剩下的事儿妈来想办法。沈晴，你以为攀上魏总的高尖儿就能把我们一家踩在脚底下？你做梦！你不让我儿子好过，我也让你身败名裂。沈晴，你断我儿子的活路，我就扒了你这层虚伪的皮。打着做公益的幌子，背地里不知道捞了多少黑心钱，拿孤儿作秀，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喂，李院长。小晴啊，你快上发了个长帖，说咱们儿童之家的经费去向不明，还点名道姓说你拿孩子们作秀敛财。李院长，您慢慢说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帖子传得太快了，今天一早，好几个长期资助的好心人都打电话来质问，还有人在评论区说要向有关部门举报我们。孩子们现在都人心惶惶的。李院长，您先别慌，安抚好孩子们，告诉老师们照常上课，外面的事我来解决。魏总，麻烦借用一下贵司的技术和法务团队。这帖子发酵速度极不正常，明显有水军在推波助澜。公关部可以立刻发律师函，先把热度压下来。不用压，您看这句“吃里扒外的白眼狼”，连自家人都坑，这措辞太熟悉了。除了钱力，没人会把这几句话当口头语。他正面刚不过，改走阴招，想毁了我的根基。既然知道是谁，需要我怎么配合？第一，让技术部帮我锁定这个匿名账号的发帖 IP 地址，把所有煽动性的评论和转发他全部截图公证没有，我要做成铁案。法务部带着技术主管马上到我办公室。第二，我现在就联系李院长，把这10年的每一笔账目流水、发票明细全部整理出来。你不打算立刻发声辟谣？现在舆论对你很不利。现在辟谣，别人只会觉得我在掩饰。他既然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给他搭个全网长直播的戏台，等证据齐了，我要让他自己把吞进去的脏水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晴。关于网上匿名帖指控利用朝阳之喜贪财一事，今天我在这里做个统一回应。这是过去10年我个人向儿童之先捐款的银行流水，以及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，每一笔善款的去向清清楚楚。沈晴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她不仅没拿过孤儿院1分钱，还一直拿自己的工资补贴弟弟妹妹们。网上的谣言简直是丧尽天良。
审计报告算什么？肯定是花钱买的假货。看来这位叫正义使者的网友对我老公家很了解。既然你提到了手脚不干净，我正好有一段录音，想请大家听听。沈晴，你少拿林州来压我！林家那点公用积蓄，还有老太太办书院的份子钱，我拿去给浩浩买车怎么了？我是林家长媳，这钱我说了算，你一个外人管得着吗？这段录音是当初有人逼我给林浩走侯门拿 offer 时亲口留下的，大家可以听听，到底是谁手脚不干净。他怎么会有录音？这小贱人居然录音！完了。凭什么封我的号？我几十万粉丝的号啊！你听我解释。喂，这帮势利眼，平时跟在我屁股后面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说？现在看我出事了，一个个躲得比兔子还快。妈，你别嚎了行不行？我今天去超市上班，人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我是挪用公款的贼的儿子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还有脸说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让你能过上好日子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工作都保不住。够了！你还嫌这个家不够丢人吗？爸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是沈晴那个女人把我们害成这样的。你闭嘴！这些年你在这个家里作恶，搅得鸡犬不宁。林州被你逼走了，现在连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挪用公款，网上造谣，你真以为别人都是傻子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了，这烂摊子你自己收拾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种伤风败俗的儿媳妇。老大刚才打电话说了，他马上回来跟你办离婚手续，这个家彻底被你毁了。离婚，他要跟我离婚，全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沈晴，林州，是你们把我们家逼上绝路的，你们以为赢定了吗？我就算不吃不睡，也要去盯着你们。我就不信抓不到你们的把柄，我要让你们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这是定金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盯死林州。听着，只要他身边出现女的，不管是同事还是客户，都给我拍下来。没有出轨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我要让沈晴那个贱人看看他选了个什么货色。行，拿钱办事儿，只要钱到位，黑的我也能给你判成白的。连续3天了，这人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怎么了？这几天回来都心神不宁的。有人在跟踪我，连续3天了，从公司到地铁站一直跟着。看清脸了吗？是个染着黄毛的混混，拿着手机一直在偷拍。我没打草惊蛇，不用猜了，是林浩。他妈身败名裂，他工作也没了，这是走投无路，想从你身上挖黑料报复我们。他想干什么？拍我出轨，简直疯了！我现在就去报警。报警最多拘留几天，治标不治本。既然他想玩阴的，我们就陪他玩到底。你的意思是，跟拍的人图的是钱，他付不起高昂的尾款，他想要出轨，他制造证据。明天你约李氏去咖啡厅谈事情，选个靠窗的位置，动作可以熟络一点，让那个黄毛拍到，然后拿去给林浩交差。没错，林浩拿到照片，一定会迫不及待的来找我们敲诈勒索。只要他敢开口要钱，性质就变了。好，我明天就去办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攻守一行了，准备收网。门外有魏总的法务团队，你现在走，下一站就是派出所。我就是个拍街景的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林浩给了你2万定金，让你跟拍我们，这叫侵犯隐私。但他接下来要你做的事儿叫伪造证据、敲诈勒索，涉案金额巨大，3年有期徒刑起步。我不知道什么敲诈勒索，我就是拿钱办事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替他卖命，进去蹲几年；第二，按我说的做，把他的指使过程录下来，你转做污点证人，我保证你全身而退。行，大姐，我听你的。快，目标出现了，务必抓拍到他们肢体接触的决定性瞬间，构图要清晰，必须形成实质性的出轨证据链。浩哥，这活风险太大了，万一被发现了，我可是要挨揍的。你之前承诺的尾款是不是得先解？还有，你到底要拍成什么样？你得给我交个实底，不然我没法干。这是剩下的现金，我的要求很明确，利用错位拍摄或者后期剪辑，制造出林州婚内出轨的铁证，拿着这些素材去勒索沈晴，逼他把600万的 offer 还给我，这笔酬劳就完全属于你。明白了，浩哥，就是要造假坐实他出轨，对吧？您瞧好吧？很好，
这些素材的指向性非常明确，立刻进行后期处理。今晚之前必须出品。沈晴那个贱人，这次我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好的，浩哥，我回去就剪。铁证如山，他自己把刀递到了我们手里。他以为抓住了我们的把柄，其实是给自己签了拘留证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分局。是时候彻底结束这场闹剧了。警官，这是全部证据，包括他雇佣黄毛跟踪偷拍的转账记录，还有他教唆伪造证据的视频录像。我们会仔细核实，如果情况属实，这已经构成了侵犯隐私和教唆伪证。不，那视频是假的，是他们合伙陷害我。陷害你？转账记录是你自己的账户，视频里你的脸清清楚楚。林浩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？是他逼我的。如果不是他抢我的 offer，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你的 offer 是你自己凭本事丢的，至于你现在的处境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林浩，请配合我们进去做笔录。林浩，关于你雇佣他人跟踪沈晴，并试图伪造证据进行敲诈勒索的事实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那份工作本来就是我的。工作不是你违法的借口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我妈说，只要拿到把柄，他们就会妥协的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们把我儿子怎么了？你们这群白眼狼！大嫂，这里是派出所，请你放尊重点。你还有脸叫我大嫂？你伙同这个外人把你亲侄子送进局子，你还是人吗？钱丽，你儿子涉嫌侵犯隐私和教唆伪证，证据确凿，这是法律的制裁，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不可能，我儿子那么乖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？一定是你们陷害我的。浩浩呀，你可是名牌大学生，怎么就这样毁了他一辈子啊？大嫂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是你亲手毁了林浩，你从小娇惯他，让他以为全天下都欠他的，现在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都是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跟你拼了！这位女士，请控制你的情绪，这里是派出所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们走吧。别办了，林浩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为什么？我这几天没迟到，没早退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干的好事不知道？派出所都电话打到超市人事部了，涉嫌敲诈勒索，还被行业通报。我们小超市可供不起你这大夫。主管都需要这份工作，我妈现在天天在家哭，我爸也跟离婚了，我不能没有收入啊！少跟我卖惨，赶紧去财务把这几天的工资结了，走人！别逼我叫保安。林州、沈晴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浩浩吧！你放手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错了，沈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打你，不该去你公司闹，不该去孤儿院挖你的过去，我给你磕头。浩浩被超市开除了，他爸也跟我离婚了，我们家全毁。沈晴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去派出所爽吧，只要你测爽，我保证带着浩浩滚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撤诉，钱丽，法律不是儿戏。林浩涉嫌敲诈勒索，证据确凿，那是公诉案件，不是我说撤就能撤的。那你们就是非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？逼你们的不是我们，是你们自己的贪婪和无底线。各位街坊邻居，今天正好大家都在，做个见证。这个人是我以前的大嫂，但从今天起，我林州和林家的所有亲戚彻底断绝关系。之前给的20万，算是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。以后你是死活是富穷，都跟我们夫俩没有任何关系。谁要是再敢来骚扰我妻子，我绝对报警抓人，绝不姑息。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刚才没吓到你吧？没有，你刚才挡在我前面的样子很帅。以前是我太懦弱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以后这个家我来守。都过去了，林浩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钱丽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耗子，走吧，咱们斗不过人家，认命了。回老家投奔你舅，好歹有口饭吃。20万买断了所有关系，他们以后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。走吧，回家。算得怎么样了？旧房子的尾款今天刚到账，
加上咱们手头的积蓄，够不够开公司的？不够，顾问公司注资金需要10角。CBD 写字楼的办公室租金押1付3，再加上前期招募法务和猎头团队的工资储备，这加起来得200多万，咱们现在满打满算也就120万，还差80万的缺口。这卡里有我攒的3万块私房钱，明天我就把车改到二手车市场卖了，那辆车保养的好，至少能卖个15万，剩下的我再去办几张信用卡套现。你疯了？你每天跑业务见客户没车怎么行？我开公司是为了咱们俩能过上好日子，不是为了让你砸锅卖铁背一身债来成全我。可是80万的缺口不这么干怎么填？我是做猎头的，我这10年在这个行业里摸爬鼓打，最大的资产不是存款，是我的信誉和人脉。靠卖车凑钱是下策，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谈一笔真正的资源。你打算找谁？明天我去见一个能拉我们一把的人。思路很清晰，定位也准。你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人脉和信誉是你最大的本钱。谢谢魏总认可，我这次出来单干，资金方面确实有些压力，但我有信心能把这几个核心客户服务好。资金不是问题，我这边可以给你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，另外我也会在行业里为你背书。魏总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不用客气，我看重的是你的专业能力。不过商场如战场，你刚起步肯定会遇到不少阻力。我明白，我已经列好了第一批拜访的客户名单，都是以前合作过、有信任基础的老客户。那就祝你开业大吉。借您吉言。哟，这不是沈晴吗？听说你自立门户了，恭喜啊！周姐，好久不见。李总，你也在啊？刚才我给您看的那份报价单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周经理的报价确实很有吸引力。周姐，李总这边的项目，我们之前已经谈得差不多了。谈得差不多不代表签了合同，你刚出来创业，很多事情还不懂。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客户当然要选性价比最高的。性价比不等于低价竞争，我的服务质量，李总是清楚的。别为了点亲情，耽误了公司的大事。沈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公司最近预算卡得紧，周经理这边的报价确实更符合我们的要求。李总，我理解您的难处，希望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。沈晴，别怪姐没提醒你，这行水深，你一个人扑腾，小心淹死。周姐，靠低价抢单不是长久之计，长不长久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现在连开锅的米都没有了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另外2个口头答应签约的客户也反悔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周姐，她把我的客户名单摸得一清二楚，用远低于市场价的报价把他们全在摇篮里。现在3个核心大客户都没了，我们首月的现金流预期直接崩盘。那怎么办？办公室的租金、装修费，还有后续的运营成本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打垮我？晴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大不了我把车卖了。不用，这点挫折我还扛得住。他既然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刚自立门户的沈大猎头吗？怎么首月业绩挂零，还有闲心来参加酒会？周姐说笑了，人家核心客户您能拿下是您的本事。我仔细盘算过，您的报价确实有魄力，我甘拜下风。做生意嘛，尊重市场选择，我不硬抢。算你识相，年轻人创业别太气盛，这圈子水深着呢。你那点底子，还是早点关门止损吧。你刚才在酒会上干嘛那么低声下气？他都骑到咱们脖子上了。他不觉得赢定了，怎么会露出破绽？你查到的报价单呢？都在这儿。我托人弄到了他给那3家客户的底价，这价格简直离谱，连最基础的渠道成本都盖不住。他这是赔本赚账吗？他可没那么好心做慈善，报价这么低，唯一的解释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。什么意思？他用超低价把客户套牢，再从下游的供应商那里抽高额回扣，把窟窿补上，甚至赚得更多。拿客户的预算中饱私囊，这可是行业大忌。对，但我们现在只有推测，没有证据。你去注册个空壳公司，以第3方外包的名义去接触他常用的那家下级瑞科。明白，我就说手里有大单子，问他们返点怎么走，套他们的话。记住，要一点点拼出他的资金流向，别打草惊蛇。搞定了，瑞科的销售为了拉我这单，把他们给周姐的反角明细全透底了。回扣链条闭环了，这就是铁证。我现在就把这些发给那3家客户，让他们看看周姐的真面目，看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。现在发，他大可以找个替罪羊，说是底下人私自操作，顶多算个监管不力。那咱们费这么大劲查出来，就这么干看着？魏总下周有一场招标会，一定会去。张总、李总、王总，今天借着魏总组的这个行业沙龙，我再敬大家一杯，跟着我干，保准你们用最低的预算拿到最顶级的猎头服务。报价比沈晴那边足足低了20%，替我们省了不少钱啊！省钱，张总，
你们怕是被人卖了，还在替人数钱。魏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全心全意为客户着想。尽全意吃回扣吧！大家看看桌上的东西，这是周总和外包供应商的转账凭证。他给你们的所谓低价，是把你们公司的核心招聘需求倒卖给劣质第三方，拿你们的钱贴出来的假优惠。这是污蔑！魏总，这只是行业内正常的渠道返点。正常返点，正常返点会打击你个的海外账户。这里还有供应商亲自签字的证词，每一笔对账记录叫经侦的人来看看，这叫不叫正常返点？我那是为了帮客户压价，我没拿多少。姓周的，你把我们当提款机耍是不是？用劣质外包糊弄我们，还敢两头吃钱？马上滚！从今天起，我们3家公司彻底封杀你。沈总，真是对不住，我们瞎了眼，信了那个女人的鬼话。可是你既然早就查到了证据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空口无凭，在利益面前，证据永远比争辩更有利。各位如果还信得过我，你们的单子我接了。信得过，绝对信得过。沈总，以后我们的业务全交给你。喂，哪位？我是赵总，听说沈晴那边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，公司起死回生了。不过嘛，你这满身才华，总不能一直给他打下手吧？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聊聊？条件随便你开。林总，这可是赵族珍藏的母树大红袍，您尝尝。赵总，如果是谈业务，请直说；如果是别的，我公司还有事。痛快，我就喜欢这股劲儿。沈晴那刚起步的小作坊能给你什么待遇？来我宏远咨询，底薪翻倍，项目提成单算，李李给你当私人助理，怎么样？赵总，您找错人了。沈晴不仅是我老板，更是我妻子，她的公司就是我的阵地。林总别急着拒绝嘛，赵总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把风声放出去，就说林州已经跟我签了意向书。你好，哪位？哟，大忙人，连大嫂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别急着挂，我可是好心来提醒你的，我可亲眼看见了，他跟宏远咨询老公的赵大老板在过私会，他身边还贴着个水灵里的小妖精呢，那亲热劲儿滋。小李，帮我查一下宏远咨询最近的人事动向。晴晴，我回来了。今天跑了几个外包商，累死我了。今天见的外包商难缠吗？还行，就是应酬多，喝了点茶。你别操心了，早点休息。林州，你在瞒我什么？赵总到底给你下了什么套？魏总，是我想请您帮个忙，查一查宏远咨询最近是不是在针对我们做局。你老公天天跟个狐狸精混在一起，人家赵总开的价码，连我都心动。你还真以为他能守着你那个破公司？被你发现了。你这几天早出晚归，跟那个女下属周旋，就是为了弄这些？赵总既然想用高薪和美人计挖我，顺便离间我们，我总得将计就计，收点利息。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冒险？万一被他们发现……那个小李自以为聪明，其实几杯咖啡下肚，稍微顺着他的话捧两句，他就把赵总的底牌漏得干干净净。这里面记的全是赵总公司准备用来对付你的弹药，现在他们是你的了。我今天其实跟着你了，我差点以为你真的动摇了。老婆，我以前是个懦夫，连保护你都做不到，但现在我分得清谁才是我该拼命护着的人。那点伎俩买不走我，他以为在给我下套，其实他已经把脖子伸进绞肉起了。有了这些筹码，明天我们去给他送一份大礼。底牌我都记下了，赵总那边你打算怎么收场？他不是喜欢摆排场吗？明天他订了明珠酒店的包厢，说是要给我办个风光的签约仪式。签约仪式，他倒是笃定你会去。他以为用高薪和那个女下属就能拿捏我，明天我亲自去把聘书还给他。光还聘书不够，他既然想挖你，肯定把核心客户底价透给你，特别那个在小店的主阳集团，他给远洋的报价，还有他们内部的痛点，全在这个本子里。对，我记得他们最近在找新的供应商。明天我去见远洋的王总，你去冯燕，我去签单。好。林老弟，来，快坐，今天可是咱们大喜的日子啊！林哥，以后请多关照。赵总，客气了，感谢您的厚爱，但这份工作我不能接。
林老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嫌钱少？林州，做人别太贪心，我给你的条件业内没人给。赵总，您费尽心机挖我，无非是想借我打击我妻子沈晴。哼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跟着那个女人有什么前途？她是我妻子，我来见您只是为了替她探探您的底。你耍我！赵总，您的底牌我已经看清楚了，祝您好运。林州，你给我等着！王总，这是我们公司为您量身定制的方案。沈总，你们的报价比赵总那边低了5个点，而且服务内容更全面。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内部痛点的？我们做过深入的市场调研，我们不能给赵总给不了的诚意，我们也有。沈总果然名不虚传，这份方案我很满意。那我们现在就签约。签。拿下了。拿下了。远洋集团现在是我们的核心客户了。赵总那边估计现在已经气疯了。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是他应得的。沈总，不好了，赵总那边联合了3家银行，把我们的贷款审批全卡住了。什么？我们之前申请的200万运营资金贷款，昨天还说没问题，今天突然全部驳回了。而且赵总还在行业里放话，说谁要是敢给我们投资，就是跟他宏远咨询过不去。现在没人敢跟我们合作了。那我们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？扣掉下个月的房租和工资，最多还能撑30天。赵红这个老狐狸，明的玩不过我们就来阴的，断我们的资金链，想把我们活活饿死。30天，足够了。青青，你有办法了？赵总想用钱砸死我们，那我们就找一个比他更有钱、更有背景的靠山。谁？刘老板。刘老板，就是那个做房地产的刘老板。他跟我们非亲非故，凭什么投资我们？凭什么？凭我们能给他赚更多的钱。林州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明天跟我去见刘老板。好。青青，都12点了，你已经改了第8版了。不够，刘老板见过的项目多了去了，普通的计划书根本打动不了他。可是，我们跟他又不熟，他真的会信我们吗？刘老板这个人我了解，他最重情义，也最恨忘恩负义的人。当年他儿子找工作是我帮他推荐的，虽然只是举手之劳，但他一直……那我们可以打感情牌。不够，光靠人情撑不起一个公司。我们要让他看到，投资我们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手上现有的客户资源，魏总、远洋集团，还有刚回来的那3家，光是这些，1年的营收就够翻3倍了。对啊，我们有实打实的业绩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明天我要让刘老板主动把钱塞给我们。沈晴啊，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，听说你自立门户了，不错不错，年轻人有闯劲儿。刘总过奖了，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别急，先喝茶，这是我刚从云南带回来的普洱，你尝尝。好茶。不过刘总，我今天来不是来喝茶的，我是来给您送钱的。哦，送钱？怎么个送法？刘总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计划书。我们现在手上有5个稳定的大客户，年营收预估在800万以上，但我们缺一笔启动资金，用来扩大团队和办公室。数据倒是挺漂亮，不过你应该知道，赵红那小子已经放话了，谁敢给你投资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所以我才来找您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里，只有您不怕赵红。沈晴啊，沈晴，你这真是会说话。不过光靠几句漂亮话可不行，你得给我一个投资你的理由。刘总，我给您2个理由。第一，我的专业能力您是知道的，当年您儿子的工作是我一手安排的，现在干得怎么样您心里清楚。第二，我手上的客户资源都是实打实的，魏总、远洋集团还有刚回来的3家公司全是我的客户，投资我您稳赚不赔。沈晴，你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但是我听说你跟你婆家闹得挺凶的，还把你侄子的工作给撤了。刘总，您消息真灵通，没错，是有这么回事。为什么？我听说你那个侄子条件还不错。因为他不配，他母亲当众打了我1巴掌，我公婆冷眼旁观，这样的家庭教出来的孩子，我不敢推荐给我的客户。我是做猎头的，我的信誉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一个信誉比什么都重要。沈晴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这个项目我投了。老刘，好久不见呀！听说你这儿有贵客，我特意来凑个热闹。赵红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哟，这不是沈总吗？怎么，公司快倒闭了，跑到这儿来讨饭吃了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们公司那点破事儿，全行业都知道了，银行贷款全被拒，没人敢跟你们合作，撑不了几天了吧？赵总，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，不过
你恐怕要失望了。哦，失望什么？刘总已经决定投资我们公司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公司不缺钱。老刘，你真要投资她？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女人就是个丧门星，谁沾谁倒霉。赵红，你给我闭嘴！沈清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老刘，你别忘了，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你为了这么个女人要跟我翻脸？哼，老朋友赵红，你也配跟我称兄道弟？当年你坑我那笔工程款，我还没给你算呢。我告诉你，沈晴这个项目我投定了，谁要是敢动它，就是跟我刘某人过不去。现在给我滚出去！沈晴，你看，这就是赵红的真面目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动不了你。谢谢刘总。谢什么？我是看好你的能力才投资你的，好好干，别让我失望。林州这个白眼狼，沈晴那个贱人，我花了这么多心思，到头来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老赵，消消气，年轻人嘛，总是有点傲气的。不过你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有什么主意？他沈晴不是刚签了远洋集团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让他的公司从根上烂掉。什么意思？你忘了，他公司刚成立，资质还在审核中。我们只要联合几个老股东实名举报他资质造假、项目违规，监管一进场，他那小公司还不是说垮就垮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只要监管一查，他的业务就得停垮，客户跑了，资金链断了，他拿什么跟我斗？而且我们是实名举报，他连报复的机会都没有。等他公司垮了，远洋集团那个单子还不是你的囊中之物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就这么办，陈总，这事儿你牵头，我全力配合。晴晴，不好了，赵总和陈总联合了几个老股东，实名举报我们公司资质造假，监管部门明天就要进场核查。来了。这招太狠了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业务停摆，把我们拖死。我早就料到赵总会狗急跳墙，但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找魏总帮忙？不用，这种事越找人越说不清楚。他们既然敢实名举报，就说明他们有备而。那我们就等着被查？当然不是。林州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初离开赵总公司的时候，带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既然他把监管请来了，总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。他想让我死，我就让他先死。林州，你现在就去把这些证据整理好，分类装订。明天监管一来，我们主动交上去。好。沈晴女士是吧？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贵公司涉嫌资质造假和项目违规。从现在起，请暂停一切对外业务，交出所有项目备案和财务账册接受核查。这肯定是恶意诬告。我们公司刚刚拿到刘老板的战略投资，怎么可能造假？我们只看证据，请配合。档案室在走廊尽头，所有资料都在里面，随时可以查。晴晴，刘老板助理的电话，他们听说监管进场，合作流程被董事会要求暂缓落地了。意料之中，官方核查一天不结束，谁也不敢把钱砸进一个可能被吊销牌照的公司。这招太狠了，赢了官司也没用，只要审查拖上几个月，公司就得被活活耗死。晴晴，我以前有个同学在相关部门，要不我带点东西去走动走动，探探口。不行。这个时候去托关系，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只要你敢私下接触，做贼心虚的帽子就彻底扣死了。那我们就干等着被查？不是干等，是复盘。从我创立公司第一天起，每一个项目的尽调，每一笔资金的流向，我都留了双倍分。我太清楚行事作风了，他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任他拿捏的打工人。这些备案手续全都是合规的，连最容易出问题的外包合同你都做了公证。硬碰硬，我从来没怕过。他们敢实名举报，就得承担诬告的代价。好，我陪你理。今晚就算把这些文件翻烂，我也要把他们的底牌看穿。不用看穿，真正心虚的是他们自己。既然上了监管的台面，那我们就把桌子掀了。哎呦，李科长辛苦了！我作为实名举报人，特意来看看进度。沈总啊，这业务暂停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早点认错，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。李科长，这是我司近3年的所有项目档案、税务流水和合规证明，每一笔账都对得上，您可以随时核查。沈总，你们公司的材料很齐全，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违规问题。不可能，他肯定做假账了。你们再查查那个城东的项目。城东的项目，赵总记性真好。李科长，既然赵总提到了城东项目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份关于该项目的补充材料，里面包含赵总公司虚报资质的阴阳合同、挪用300万项目款的私人账户流水，以及伪造官方备案的全套证据。史清，你敢血口喷人！赵总，这上面的公章和私人账户转账记录是你本人的吧？不，李科长，这是误会，这举报我不做了，我现在就撤回。实名举报不是儿戏，现在不是你想撤就能撤的。既然证据确凿，麻烦赵总配合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去你公司调阅账目。赵总，
慢走，不送。陈总，老陈，你得帮帮我啊！接管的人已经把我的财务室封了，账本全被带走了。这事儿可是咱们俩一起联名举报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赵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举报信上我也就是签了个字给你弄的，你挪用公有造资质的事儿，我可一点都不知情。你放屁！当初要搞垮沈清可是你提议的。我只是说他不懂规矩，谁让你自己屁股不干净还去招惹他？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怕沾上晦气。听说赵总的公司今天下午被查封了，连夜停业整顿。可不是嘛。不过这沈晴也真是命大，林浩那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居然还能翻盘。我看啊，也就是运气好，碰上了赵总自己作死。就是，根基不稳，靠这种手段上位，能走多远？运气，在猎头这个行业，运气从来救不了命。魏总，您也来了，我们就是随便聊聊。随便聊聊。你们知道他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1年前，他因为坚持合规底线，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扇耳光。为了守住职业信誉，他顶着全家的压力撤回了不合规的 offer。赵总用尽手段，他压制实名举报，结果呢，赵总被停业调查，而他拿出了铁证自证清白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实力。我魏某人今天在这里表个态，沈晴是我最信任的合作伙伴，他的公司就是我们芯片行业的首选猎头。魏总说得好，既然魏总都表态了，那我刘某人也不能落后。沈总，这是政府扶持资源的正式对接文件，今天下午刚批下来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公司不仅是行业的标杆，更是我们重点扶持的明星企业。谢谢魏总，谢谢刘老板。我沈晴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规矩。以后我的公司规矩就是铁律。恭喜沈总，今天算是彻底扬眉吐气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有了标杆的声望，接下来的年度最大单，我们势在必得。晴晴，我决定了，明天我就去公司递交辞呈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要正式入伙，和你一起打拼。过去我欠你的，以后我用一辈子来还。好，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到最大。沈总，昨晚年会上风头出尽了啊！不过今天这可是年度最大的单子，光靠魏总几句漂亮话，可填不没我们3家联手压下来的报价。猎头靠的是人岗匹配的精准度，不是菜市场买白菜。李总如果只能靠打折，那确实该有危机感。你少狂！我们把服务费压到了行业最低，我看你怎么拿头跟我们拼！晴晴，尽调结果出来了，李总他们那几家所谓的低价，是把核心被调环节外包给了没有资质的皮包公司。收到，证据我已经发邮箱你。辛苦了。低价的代价如果是牺牲客户的安全，那这单子你们吞不下。黄总，我们的报价你也看到了，绝对是全行业最低。沈总他们公司刚成立不久，要价却这么高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沈总，你们的报价确实高出同行不少，如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我们很难合作。王总，这是李总他们几家公司近半年的被调外包记录，为了压成本，他们省略了最核心的交叉验证环节。你胡说八道，这是商业机密，你从哪儿弄来的假数据？数据真假，王总一查便知。我们公司的报价虽然不低，但每一分钱都花在扎实的交付力上。这是魏总和刘老板联合签署的担保函，如果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高 P 的人才交付，他们愿意承担连带偿责任。有魏总和刘老板的背书，加上你们对交付质量的把控，这笔钱花得值。沈总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看看这个，你真辞了？说好了一起打拼。以前我总躲在后面，让你一个人面对那些烂摊子。以后你的公司我正式入伙，外面的明枪暗箭我来挡。林州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我早就没有退路了，快吃吧，面要坨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面煮得太软了，还是不合胃口？没有，只是看着这碗面，突然想起了你第一次给我下厨的那天。那时候我以为那碗面就是我在这段婚姻里能得到的全部安慰了，我甚至做好了准备，要一辈子忍受那种随时被掀桌子的日子。没想到今天，这张桌子上终于只剩下我们2个人，再也没有外人来打扰。对不起，晴晴，以前是我太混蛋，太懦弱。我总以为只要我两边和烧泥，忍一忍就能家和万事兴，却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人被他们生吞活剥。我那种所谓的愚孝，其实就是对你的背叛和冷暴力，但以后绝对不会了。好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好，哪位？
沈晴，日子过得挺安稳啊，真以为把老宅的人甩干净了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？你是谁？装神弄鬼干什么？别急着发火，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们一句，林浩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们欠林家的这事儿没完。还在查昨晚那个电话的来源。林浩如果真的要回来，肯定没安好心，我怕他又搞出什么幺蛾子。小欧啊，阿姨可算找到你们新家了。王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沈晴也在啊。阿姨今天是厚着老脸替你爸跑这一趟的。王阿姨，进来说吧。小周，沈晴，你妈昨晚突发脑梗，连夜送进抢救室了，现在人还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呢。你爸那个人你们也知道，死要面子，不敢直接来找你们。他一个人在医院走廊里哭得直不起腰，托我来带个话。说到底，你们毕竟做过一家人，现在老两口无依无靠，这高昂的医疗费，指望你们念点旧情帮帮忙。沈晴啊，阿姨知道以前他们对不住你，可现在人命关山啊，你婆婆这次真是不行了，半边身子都动不了。你们现在住着这么好的大房子，事业也做得这么大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太太在医院里等死吧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得怎么戳你们的脊梁骨？晴晴，要不……王阿姨，您是个热心肠，我领您的情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就在几个月前，他们为了逼我给林浩恢复600万的 offer， 去孤儿院挖我的黑料，去我公司拉横幅闹事。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人都在抢救了。现在我不凭施压和因为这几句可怜话就直接把钱打过去，明天他们就能借着别的名义吸附上来，一旦松口就是无休止的纠缠。那你们的意思是真就不管了？这可是亲妈呀！我没说不管，我不差这点医疗费，我也不会落人口实。麻烦您回去转告，钱我可以出。但怎么出多少，直接打给医院还是打给护工，规矩由我来定。好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还有，告诉他，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最后底线。如果他们敢借着生病的名义再来骚扰林州，或者试图踏进这个家门半步，这笔钱我1分都不会再掏。老婆，谢谢你，不管你定什么规矩，我都听你的。这只是第一波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林州、沈晴，你们可算来了。你妈在里面躺着呢，医生说得赶紧交住院费，不然药都停了。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床位，林州已经联系好了。对，转院，转去公立医院，走正规医保报销。医保报销完剩下的基础治疗费用，我们来垫付。救护车半小时后到，转院手续我已经办妥了，直接过去就行。哎呀，这公立医院人多嘴杂的，能照顾好吗？这是最合理的方案，既能治病，也不浪费钱。哎，林州啊，你妈这辈子没受过什么大罪。公立医院连个单间都排不上，4、5个人挤一间房，他怎么受得了？隔壁那家私立康复中心环境好，还有1对1的全职护工。你们现在自己开公司了，也不差这。这是垫付协议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市医院的住院押金10万块，我已经打到了医院账户上。这10万是我们基于旧情给出的最后一次人道援助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。这10万块花完，后续的所有治疗费用由你们自己解决，此后两不相欠。沈晴，你这是要跟我们算得这么清？她可是林州的亲妈。爸。晴晴能拿出这10万块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你就看着他这么逼你老子？规矩是晴晴定的，我完全同意。您要是不签这10万块押金，立刻去收费处退掉。老林啊，先治病要紧，10万块也不少了，赶紧签了吧，别耽误了嫂子的病情。救护车马上到，林州，我们走。转院的手续办好了。基础治疗费和半个月的护工费都已经结清。晴晴，你还能来看看我？我这几天躺在这里，天天做梦，梦见那天在老宅聚餐，钱丽那一巴掌打在你脸上，我就坐在旁边剥橘子，连头都没抬。我后来还跑去朝阳同志下挖你的黑料，逼你低头，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晴晴妈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回行不行？您不用这样。以前在老宅，我最怕您叹气，最怕您掉眼泪，因为您一哭，林州就会妥协，我就得受委屈。我曾经特别渴望您能把我当成一家人，哪怕只是一句公道话，但现在看到您躺在这里哭，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晴晴，您生病了，确实可怜，所以我愿意垫付这10万块钱。我不恨您了，因为恨也需要感情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走在街上也不用打招呼的陌生人。小周，你帮妈说句话呀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咱们一家人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妈，您这句对不起来得太晚了。这些年，您和爸纵容钱丽欺负他，把他当成家里的提款机，剥夺了他对家所有的期待，这道坎过不去了。小周，你连妈都不要了吗？医药费我们出了，该尽的义务尽了，以后您多保重。
彻底放下了？放下了，以后就只有我们2个人的日子了。走吧，回家。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别紧张，你一定是最棒的。我不紧张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靠的是我自己。接下来有请年度最佳创业案例获得者沈晴女士上台分享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本年度最具分量的奖项——年度最佳创业案例。她曾是行业内备受争议的焦点，她曾在低谷中遭遇无数冷眼与打压，但她没有屈服，而是凭借卓越的眼光和坚韧的毅力，在短短2年内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商业蓝图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年度最佳创业案例得主沈晴女士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被赶出去了吗？谢谢大家。站在这里，我最想感谢的是那些曾经推过我一把的人，是那些冷眼，那些打压，让我看清了规则，也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底气只能靠自己挣来。今天这个奖杯不仅是对我过去的认可，更是对我未来的鞭策。我会继续走下去，用实力证明谁才是这个行业真正的规则制定者。温的，刚倒好，润润嗓子。你什么时候溜到后台来的？你在台上发言的时候，我怕那些人散场后又来缠着你，就提前过来守着。刚才在台上看着下面那些人，就董家老板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周姐连头都不敢抬。他们那是心虚，知道自己输得彻底。从钱力打我那一巴掌开始，我撤了0号600万的 offer， 拉黑了你全家。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些烂泥，后来你逼着钱力鞠躬道歉，把20万拍在桌上断亲，再到今天都结束了，以后没人能再拿道德绑架你，也没人能再拿亲情吸你的血。其实把他们踩在脚下，或者打赢谁，都不是最难的。最难的是什么？把心里的那根刺拔出来，学会不再回头看，不再去想为什么我得不到正常的家庭，不再去纠结那些不甘心。沈晴，对不起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当初在老宅，钱力动手打你的时候，我像个木头一样坐在那里，那份软弱，我到现在都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林州，我不需要你再弥补什么了。那个懦弱的林州已经死在老宅了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丈夫。走吧，回家。离就离，你们林家现在连个屁都不剩，真以为我稀罕待在这个破家里？要不是为了浩浩，我早走人了。你到现在还不知错？你少在这装好人！当初我去找沈清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拦着？你心里不也盼着能从他身上刮上几百万来？现在出事了，你们父子俩倒好，把黑锅全扣我一个人头上，逼着我离婚。随便你怎么说吧。那菜叶子都黄了，还要1块5，8毛卖不卖？8毛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爱买不买，不买滚蛋！哟，脾气还挺大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天天在牌桌上吹牛的阔太太呀？可不是嘛，以前天天显摆他儿子拿了600万的年薪，结果呢，听说得罪了人，被全行业封杀了，连老公都跟他离婚了，公公也跑回乡下了，现在就靠卖这几把烂菜糊口，真是报应。看什么看？我儿子是大学生，早晚有一天能东山再起，都给我滚！浩浩啊，你发工资了没有？妈这个月的摊位费交不上了，你先给妈转500块钱过来。转钱，你天天就知道找我要钱。我在这儿理货搬砖，1个月就3000块，交了房租连泡面都吃不起，哪来的钱给你？你怎么跟妈说话的？我这都是为了谁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地吗？你为了我？你要是真的为了我，当初就不该去打沈晴那一巴掌，不该去他公司拉横幅。我那600万的 offer 是你亲手毁掉的，我现在连回老家的底气都没有，这全是你害的。这个新来的磨蹭什么呢？这几箱货10分钟内理不完，今天扣50。行了，别打了，我还要干活。周周，你可算……林女士是吧？您的同城急件。二妹啊，今天中秋，周周又只寄了卡回来，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我包了他最爱吃的饺子，让他和晴晴回来吃一口就行。周周啊，你妈一个人在老房子里，看着怪可怜的。大过节的，她就盼着你们回去看一眼，母子哪有隔夜仇啊？二婶，卡我寄到了，里面的钱足够她快玉的过节。
钱是钱，人是人，他要的是你们回去二婶，麻烦您转告他，以后每个月的赡养费我会按时打，逢年过节的礼金我也不会少。如果他生病住院，护工费我全出。你这孩子怎么？二婶打来的。劝我回去过节。其实你不用刻意顾虑我，如果你心里放不下，想回去看一眼，我不会干涉，也不会拦着。我不回去，不是为了向你表忠心，而是我知道界限在哪里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只能用距离来维持体面。我尽我的责任，但我的生活里不能再有他们的位置。断亲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自救。当激烈的对抗沉淀为长期的疏离，我终于明白，我没有赢过谁，我只是不再输给自己了。今年的资助款又打过去了。院长说去年建的图书室孩子们很喜欢，今年打算再添置一批话剧。刚才下楼拿快递，门卫大爷说有你一封平信，现在寄平信的可不多了。是儿童之心的孩子。沈晴阿姨，院长奶奶说那些好看的故事书都是您送的。我听奶奶讲过您的故事，您也是从这里走出家去的。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，靠自己站起来，还能帮别人。这孩子字写得真认真。当年他们跑去儿童之家闹事，想拿你的出身做文章，企图逼你低头。谁能想到，那个曾经被他们当作武器的地方，现在却给了你最干净的回响。其实这一年来，我偶尔也会想，当初反击的那么决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不被欺负，为了争一口气。不全是，赢过他们，或者看他们落魄，并不能让我真正开心。我真正在意的是证明我这样的人，不需要依附任何人，也能堂堂正正地站稳脚跟。而且我还能把这份善意和力量传下去。你做到了，你不仅站稳了，还成了这些孩子眼里的光。小石头说的对，靠自己站起来，还能帮别人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。老婆，洗手准备吃饭了，红烧肉马上出锅。林大厨，今天这火候控制的怎么样？别又像上次一样把糖色炒成了黑炭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盖好吗？今天这锅红烧肉绝对是米其林3星水准，你闻闻这味儿。我看看，善笑勉强进歌。不过我昨天不是说想吃清淡点吗？怎么又做这么油腻的？你最近工作那么辛苦，天天看那些简历，看得眼睛都熬红了，必须得补补。去了，别在厨房吸油烟，去餐厅责任坐着，马上开饭。两个人一起，快点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起火，吃饭。尝尝，第一口必须你来鉴定。怎么样？咸了还是淡了？刚刚好。唉。怎么不在沙发上多歇会会儿？今天跑了2个客户，不累吗？刚吃完饭，出来透透气。以前在那个旧房子里，阳台堆满了杂物，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这样挺好。这套房子从首付到装修，每一块砖每一盏灯都是我们自己挣的，自己挑的。这里没有冷暴力，没有那些乌烟瘴气的算计，只有我们俩。青青，有时候回想这一年，真觉得像做了一场大梦。梦早就醒了，从那个巴掌落在脸上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一味的退让换不来真正的家。对不起，以前是我太懦弱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都过去了，撤掉0号的 offer， 拉黑那些无底线的亲戚，把该断都端干净。那些痛和斗争都已经留在昨天了。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清算过去的恩怨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谁输谁赢。你说的对，过去的阴霾已经彻底散了，以后我们只过自己的日子。你看，这城市这么大，灯火这么多，但现在终于有一盏灯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了。